我们今天要讲的可以说是世界历史的终极篇章，一个关于最终审判和伟大拯救的史诗故事。根据这个技术，人类历史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头，一场即将决定所有人命运的事件就要来临了。你想，在这个时候，有一群人，他们因为坚守自己的信仰，特别是神的诫命，结果呢，反而被整个社会给排斥了。他们对神的忠诚，让他们在世俗的法律面前成了罪人，被彻底抛弃，再也得不到任何保护。而且这可不只是某个地方的迫害，不，这是一场席卷全球的运动。一项全球性的法令已经发出，目标就是要彻底根除这群坚持信仰的人。他们的命运看起来已经被写好了，行刑的时间也已经定下，全世界似乎都在等待那一天的到来。那么，计划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在一个特定的夜晚发动一场决定性的突袭。他们的目的可不只是杀戮，而是要让所有不合主流的声音，所有那些责备的声音，从那一夜开始就永远的沉寂下去，从这个地球上被彻底抹掉。但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就在所有希望好像都破灭的时候，整个故事的焦点突然转向了神圣的干预。就像古老的先知以赛亚宣告的那样，一个古老的应许马上就要实现了，神将要亲自出手来拯救他的子民。你看，这个时候神的子民们，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，处境可以说是岌岌可危。有的人呢被关在冰冷的监牢里，有的人就躲在根本没人去的深山老林里。其实那些武装的人群已经在各处集结，磨刀霍霍，就等着执行那道残酷的杀戮命令。面对这些武装到牙齿的敌人，在这最后的黑夜里，他们还能做什么呢？他们唯一的武器真的就只剩下祷告了。他们向神发出最恳切的呼求，紧紧地抓住他的应许，祈求那份承诺中的保护能够在最后关头实现。就在那些恶人准备猛扑向他们的目标时，神圣的干预开始了。突然之间，一阵浓密的超自然的黑暗笼罩了大地，比半夜还要黑。这突如其来的黑暗让所有的攻击者都瞬间停了下来，又困惑又害怕。但是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不，就在这片令人窒息的黑暗里，出现了一道完全不一样的景象。一道无比灿烂的彩虹，放射着从神宝座而来的荣光，就这么拱在天上，温柔地包围着每一群正在祈祷的人。这可不只是好看，这是神立约的记号，一个信实的承诺。接着，那些忠心的人听见一个声音，非常清晰，非常悦耳，只说了4个字：举目观看。当他们听话，抬头望向天空的时候，就看见那片黑暗的怒云裂开了，神的荣耀从里面显现出来，光芒万丈。紧接着，神声的声音响彻天地，那个声音就好像无数奔腾的江河，充满了威严和力量。这个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一句终结的话：成了。这句话意味着人类历史的旧篇章到这里就彻底结束了。你想，这个声音一出会发生什么？它本身就带着创造和毁灭的力量，直接引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强烈的大地震。整个地球的根基都在这神圣的声音里剧烈的摇晃。这场大地震带来的后果，可以说是既有毁灭，也有奇迹般的拯救。山岭就像风中的芦苇一样摇晃，然后下沉。海岛消失在翻腾的怒涛里，人类那些引以为傲的宏伟建筑瞬间就变成了废墟。但就在这片毁灭中，监牢的墙也跟着裂开了，那些因为信仰被关起来的人重获了自由。但你以为这只是地震吗？不，大地的震动还没有平息，它唤醒了更深处的东西，就像古老的先知但以理预言的那样。一场特别的复活开始了，死亡的权势正在被打破。你看，这是一次目的非常明确的特殊复活，
它唤醒了2种完全不同的人。第一批是那些曾经为真理做见证，甚至为此献出生命的忠信信徒，他们复活得着荣耀；而另一批呢，就是那些曾经最激烈的反对神和他子民的人，他们也被唤醒了，但却是为了亲眼目睹他们所拒绝的那一位的荣耀，以及他们自己行为的最终结果。好，当地震和复活过后，天空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景象，一个全新的让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的景象，一个超乎想象的奇观即将在众人面前展开。那只手缓缓地揭开了法版，神的10条诫命就出现在了所有人眼前，每一个字都像是用火焰写成的，无比清晰。在这一刻，不管你之前信不信，所有人都瞬间明白了，就永恒不变的神圣律法，才是审判全地的最终，也是唯一的标准。接着，整个事件的最高潮真的要来了。在遥远的东方出现了一小块黑云，对不了解的人来说，这可能没什么，但神的子民立刻就认识出来了，这就是他们一直等待的，被称为人子降临的兆头。救主即将到来的信号。那边一开始看起来很小的云彩开始飞快地向地面靠近，它越近就变得越光明越荣耀，直到最后它已经不是一片云了，而是一片由你根本无法直视的荣光组成的巨大白云。它的底下是烈火般的光辉，而上面呢还环绕着立约之虹，又美丽又庄严。就在这团荣光的核心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一位大能的胜利者显现了。他不再是那个在世上受苦、被钉十字架的受难者了，不，这一次他是以天上地下得胜君王的身份会来的。他的容颜比正午的太阳还要明亮，身边还有千千万万的圣天使组成的军队护送着他。然后，这位君王开口了，他的声音穿透了死亡的束缚，响彻全球。呼唤所有在信仰中沉睡的艺人，命令他们从尘埃中起来。你想象那个画面，想象这个呼唤，全世界的坟墓都裂开了。历代以来，所有在信仰中离世的圣徒都从死亡的囚牢中走了出来。他们走出来的时候，不再是衰老或者病弱的身体，而是带着不朽的荣耀和永恒的青春，组成了一支极大的队伍。那么那些还活在世上的人呢？那些刚刚经历了最后危机并且持守信仰的人，也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。就在一刹那，眨眼之间，他们凡人的身体就被变成了不朽的。然后他们和刚刚复活的圣徒们一起被提到空中，去和他们等待已久的救主相遇。在云中上演着一场感人至深的重逢。天使们把小孩子送到母亲的怀里，那些因为死亡而久别的朋友、亲人再次团聚，而且这一次是永远不再分离。然后他们唱着欢乐的诗歌，一同升向那座属于他们的永恒家园——神的圣城。这个史诗般的故事到这里对他们来说已经结束了，他们的斗争结束了，胜利的凯歌也已经唱响。但是对于今天还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我们来说，选择依然摆在面前。这个故事留给我们一个最后的也是最深刻的问题：如果那一天就是今天，你会站在哪一边呢？